好的，这里是罗王。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介绍了很多拟态植物的昆虫，有非常著名的拟态叶子的叶修，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叶子虫。当然，也有最新发现的 Ulophophyllum Kirki。这些物种将它们的身体结构改造成了和自然界中其他事物非常的相似。但是其实不光是植物，有一些昆虫甚至可以模仿其他的动物。这其中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可以说就是石鸦蝇。石鸦蝇其实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昆虫。之前的视频中，我曾经讲述过我小时候发生在我身上有关石鸦蝇的一件故事。当时那个视频也有不少人感动过，甚至流过泪。其实我当时自己录视频的时候也是差点泪目了。石鸦蝇确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被试拟态的例子，它的伪装确实让太多的人以为这真的是蜜蜂了。光从外形上看，其实石鸦蝇并不是非常的像蜜蜂。第一，它并不像蜜蜂一样全身布满了绒毛，因为它虽然吸食花蜜，但它并不授粉，所以不需要绒毛的帮助。不过有一些石鸦蝇为了更好的模仿蜜蜂，也是存在着一些绒毛的，但它们的总体结构还是更像苍蝇，因为它们属于双翅目，和苍蝇的关系确实非常的近。虽然它们是近亲，但是它们的习性几乎完全不同。第一，苍蝇的幼虫也被统称为蛆，很多的蛆都有食尸的属性，它们吃腐烂的肉或者是粪便，部分的种类甚至可以吃鲜肉，比如之前介绍的人夫鹰、螺旋鹰，还有部分的蛆喜欢吃腐烂了一点的水果，比如果蝇。而石鸦蝇和它们都不同，石鸦蝇就如它的名字一样，它的幼虫是吃蚜虫的。没错，又是蚜虫。真的有很多肉食性昆虫是以蚜虫为主食的，因为蚜虫甜的。蚜虫从植物中吸取了大量的糖类，就连它们的粪便都是甜的。正是因为瓢虫非常喜欢吃蚜虫，所以大部分的瓢虫都是我们所谓的益虫。草蛉的幼虫也是如此，因为太爱吃蚜虫了。草蛉的幼虫甚至有个俗称叫做蚜狮，也就是蚜虫的狮子。石鸦蝇就因此得名了。它们的幼虫虽然和蛆长得很像，也是没有眼睛，头部极度退化，也没有脚，通过蠕动行走的，但它们却在田间捕食大量的蚜虫。个人是有石鸦蝇的饲养经验的，不得不说它们的幼虫真的太能吃了，一天就可以吃掉上百只蚜虫，这种战斗效率不比瓢虫差呢。此外，它们的身体是透明的，外部有气门和气管组成的白色网状结构，内部可以看到清澈的内脏。这样的白化版的松花蛋配色，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比普通的蛆要好看。当这些石鸦蝇的幼虫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就会化蛹，1-2周后就会破蛹而出，成为石鸦蝇的成虫。这些成年的石鸦蝇和苍蝇的习性又不同了，它们不会去沾粪便，也不会干扰人类的食物，它们喜欢的是花蜜，它们喜欢跑到花朵上闻那些花香。但正因如此，它们其实并不是那么脏，也就变成了更多掠食者的目标。为此，它们的拟态就奏效了。石鸦蝇的飞行模式其实可以说有2种，一种是像类似苍蝇一样的乱飞，但还有一种飞行模式就是模仿蜜蜂一样悬停飞行。它们可以在空中定住，然后再快速的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和蜜蜂的飞行轨迹比较类似。通常情况下，它们会使用这样的飞行模式来欺骗掠食者，以为它们就是蜜蜂。不过其实石鸦蝇真正的飞行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即便这种拟态不奏效，它们还是可以迅速的飞走的。不过这并不是石鸦蝇最显眼的地方，石鸦蝇最大的特点想必就是它那黑黄相间的条纹了。几乎所有的石鸦蝇身上都有黑黄相间的配色，这便是为了模仿蜜蜂。之前我们介绍过，石鸦蝇和苍蝇的身体结构相似，却吸食花蜜，所以也没有像食虫虻那样非常强大的刺吸式口器。可以说石鸦蝇没有任何的攻击力，因此它模仿了一种有攻击性的昆虫——蜜蜂。蜜蜂不仅有蛰针，为了它的蜂巢，它还敢于牺牲自己而反抗，反抗的同时会释放大量的费洛蒙。如果周围有其他的蜜蜂，它们还会加入这场战斗。因此其实有很多的动物是不敢惹蜜蜂的。石鸦蝇正是因为这一点才选择模仿了蜜蜂。它们的腹部有黑黄相间的条纹，模仿蜜蜂飞行的方式，甚至在休息的时候模仿蜜蜂用腹部上下摇摆，模仿蜜蜂的行为。这么像蜜蜂呢，怪不得在我小时候有那么多同学真的把它当作蜜蜂了。其实这种使用警戒色，但其实自己没有任何真实攻击性，而是窃取了其他有攻击性物种的警戒色，以此来吓退掠食者的现象，就被称为被试拟态 Bayesian Mimic。 这样的昆虫往往自身没有什么强大的能力，却要装作自己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装逼嘛。当然远远不止石鸦蝇，很多其他的昆虫也会使用被试拟态，有些物种这方面的能力真的非常强大。在被试拟态这个话题上，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但是由于有非常多其他的例子，欢迎大家私信我，发送一些有关被试拟态的照片，或者在生活中
看到像是贝氏拟态的例子，都可以发给我。在今后，也许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分享这些神奇的贝氏拟态现象。下一期视频中，我们将介绍一种贝氏拟态的分支现象，和贝氏拟态并不完全一样，而是专门针对一类非常强大的社会性昆虫进行了模仿的现象，这就是拟蚁现象。那么拟蚁现象又在哪些神奇的物种身上出现呢？我们就等到下一期视频再来讲解吧。这里是罗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或者觉得它有用的话，别忘了关注我，投几个硬币，点几个收藏。手机上观看视频的话，别忘了点一波推荐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